8月10日，软银集团发布财报，财报显示，软银集团所投资的中国企业占比已经从最高的 23% 下降到 11%， 也就是说，软银在中国的投资已经被砍半了。最近1个月，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可算是风雨飘摇。从滴滴上市被监管调查开始，接下来监管一纸公文粉碎了整个教培行业。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指责网络游戏是精神鸦片，导致相关的游戏概念股大跌。一波又一波的操作可算是刷新了各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之前资本对中国的共识是，政策监管再厉害也总不会和钱过不去吧。然而这种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行得通，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监管高于一切，钱和控制力选一个，目前的中国政府肯定会选择后者。各方资本也看清楚了这一点，华尔街开始抛售清空中概股，原因和此次软银砍掉中国投资如出一辙。因为中国政府管控加强，投资的不确定性增加，毕竟谁都不希望自己用钱砸出来的市场在一夜之间被政府的行政命令抹杀得一干二净。中国公司出海上市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2年，华晨汽车成为第一家在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公司。当时华晨汽车获得超额认购85倍，不可谓不火爆。1993年，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股价一度较发行价上涨22倍。早期的海外上市公司以大型国企为主，直到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兴起，引发了一波海外的上市潮。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有2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上市的 H 股模式，另一种是间接上市的红筹模式。H 股也叫做境外上市外资股，是中国公司在境外发行上市的股份，一般都是在港交所上市，而想要在其他市场上市，必须采用红筹模式。所谓的红筹模式，就是中国的公司到诸如开曼群岛这些地区建立空壳公司，用这个空壳公司在美国上市。国企的这种运作被叫做大红筹，民营企业的被叫做小红筹。而小红筹公司又往往会搭建 VIE 架构， VIE 就是可变利益实体，又叫做协议控制。因为中国有一个外商投资负面的清单，像科研、教育、卫生、文化、娱乐和体育这些领域都是限制外商投资的。为了规避这些限制，境外的空壳公司就会和境内实际运营的公司签署 VIE 协议，通过这个协议，境内的公司把投票权委托给境外的空壳公司，利润也转移到境外空壳公司的会计报表，由境外公司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这样一来，资本就可以间接参与到这些限制行业的投资。这个模式最早是在微博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发明的，之后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都是沿袭这种的小红筹模式。直接上市的 H 股一直是受到中国证监会国际部的监管，企业必须要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才能够递交上市申请材料，港交所才会进行审核。而红筹模式却一直处于监管的盲区，由于上市地区是美国，中国的证监会没有权限进行审查，红筹上市只需要在商务部和外汇局地方分支机构登记即可。接下来就是通过律师和美国那边的机构进行上市沟通。2018年，拼多多到美国上市，当时国内最大的讨论是，中国企业频繁到美国上市，这会导致国内的上市资源外流，应该到境外上市也纳入监管。2020年，瑞幸咖啡财务造假，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仍然没有相关的政策出台。按照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国没有任何机构能够监管海外上市公司，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适当的监管规则，就会造成很大的权力真空。如果海外上市公司出了事，没有明确哪个部门可以管，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说要怎么管，这就造成了5部委同时进驻滴滴的怪象。每个部委都会尽量找出一个滴滴的罪名，以证明自己部门的工作没有白做。至于什么罪名，又没有明确的监管条文，那肯定是就自己说了算。没有监管，对于海外上市公司是一把双刃剑。
好的方面是上市的门槛降低，卖菜的叮咚、做培训的新东方、做电商的拼多多都可以上市。坏的方面是一旦发生监管事件，就会对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目前我的看法是，监管加强未必是一件坏事。短期来看，整个政策的不确定性的确是多变的，恐慌情绪蔓延是正常的社会行为。但是长期来看，一旦监管的靴子落地，比如出台了海外红筹上市的指导监管细则，或者成立了专门的海外上市监管机构，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海外上市公司终于不用摸黑过河了，上市前做好监管的合规准备，上市后不用提心吊胆被监管重锤了。很多人会担心监管会扼杀企业的发展，这点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只要有明确的监管细则，我们聪明的中国企业家就有办法能够应对。倒是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则，枪打出头鸟，大家都会想上又不敢上，只能按兵不动，这种情况才会造成真正万马齐喑的黑暗局面。桥水基金的老板瑞达利欧认为，中国目前这一系列操作仅仅是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政策波动，市场不必有太大的反应。那么大家都对这轮监管的风波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自己的观点。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出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